大家好，这里是才实说。今天我们聊一个硬核又刺激的话题：中国生物医药的崛起。过去一提到医药创新，市场普遍的目光都聚焦在美国辉瑞、默克、欧洲的诺华、罗氏这些跨国巨头身上，而中国长期以来被定义为仿制药大国和全球产业链上的医药外包 CRO、CDMO 基地。但各位，时代真的变了。今天我们拿到的这几份来自麦肯锡、摩根士丹利等顶级机构的报告，都共同指向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中国生物医药正在从全球产业的幕后走向台前，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并非空谈，而是由扎实的数据支撑的趋势。这背后不仅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宏大叙事，更有资本市场的风起云涌，以及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深层逻辑。信息量巨大，建议大家点赞收藏，我们慢慢拆解。我们先来看一张图，它来自麦肯锡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的黎明的报告中。尽管这份报告发布于2021年，距离现在有几年时间，但它的判断极具前瞻性，可以说精准预言了行业的爆发。这张图就是中国生物医药行业一部浓缩的史诗。大家看这张柱状图，坐标轴代表的是在纳斯达克、港交所和 A 股科创板上市的中国创新生物科技公司和 CRO、CDMO 的总市值。时间从2016年拉到2021年，2016年这个数字是多少？区30亿美元，在全球市场上几乎没有存在感。那时候的中国确实是仿制药的天下，话语权非常弱。但是接下来的几年，这个柱子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到了2020年，市值飙升到接近3000亿美元，而到了2021年7月，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3800亿美元。5年时间翻了超过100倍，这不是概念，这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价值。这背后是资本市场改革的巨大成功。香港交易所2018年推出的 18A 规则，允许没有收入、没有利润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 A 股科创板也敞开了大门。这两项改革等于给整个行业接上了大动脉，为这些极度烧钱搞研发的创新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本燃料。麦肯锡的图表也显示，从2018年开始，新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数量急剧增加，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而今年港股的创新药更是满地开花，比如我们看到的这个百济神州，从2024年至今涨了超过100%。市值高不完全代表创新能力强，也可能是市场情绪的体现。但我们来看，全球医药巨头现在面临的一个巨大困境，摩根士丹利的报告里称之为 LOE 悬崖，也就是专利悬崖 Loss of Exclusivity。 这张图看得人心惊肉跳，这是摩根士丹利中国生物科技创新黎明报告中的图表所展示的核心困境。它预测了到2035年全球大型药企因为核心产品专利到期会面临多大的收入缺口。大家看，从2026年开始，这个缺口就逐年扩大，到2030年缺口将达到400亿美元，到2035年这个缺口将累计达到惊人的1150亿美元。主要失血点在哪里？癌症、免疫疾病和心血管代谢疾病这三大领域占了缺口的80%以上。药企的命根子就是专利，专利一到期，仿制药马上跟进，价格大跳水，收入断崖式下跌。辉瑞、默克、百时、美施、贵宝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巨头都面临着巨大的中年危机。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找新药填补这个巨大的窟窿。他们手里有钱吗？非常有钱。摩根士丹利估算，欧美的大型药企和成熟的生物科技公司手握将近6000亿美元的并购和业务发展的弹药，这个购买力是填补专利悬崖缺口所需价值的 1.7 倍。好了，问题来了，钱有了，新药去哪找？传统上他们会在美国和欧洲的那些中小型生物科技公司里找，但是报告也说了，就算把美国这些公司的潜力全算上，考虑到临床失败的风险和监管的不确定性，还是有一个巨大的创新缺口。这时候谁的机会来了？中国。我们来看中国是怎么抓住这个机会的。这几年中国的创新能力到底到了什么水平？我们用几个维度的数据来衡量。临床试验，临床试验是检验药物创新成色的核心环节。过去全球临床试验的中心毫无疑问在美国和欧洲，但是现在情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看 ITIF 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如何？报告中的图，这张图对比了2013年和2023年中美欧在全球新发起的临床试验中所占的份额。
2013年中国只占区3%，而到了2023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28%。与此同时，美国的份额从37%下降到34%，欧洲从38%下降到23%，此消彼长，趋势一目了然。尤其在最重要的肿瘤领域，摩根士丹利的数据显示，2024年由中国公司发起的临床试验已经占到了全球的39%。在全球新药研发的第一线，中国力量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主力军。出海授权，如果说临床试验是练内功，那么出海授权就是秀肌肉。过去都是花钱引进来 in licensing， 现在风向变了。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期刊的这篇论文里的图表显示，2023年中国的跨境授权交易中，出海授权 license out 的数量和总金额历史上首次超过了引进，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说明中国的创新成果开始被全球最顶级的玩家认可，并且愿意真金白银的来购买。麦肯锡的报告里列出了荣昌生物、百济神州、天境生物等公司与海外巨头达成的动辄20-30亿美元的重磅交易，这些都是中国创新价值的最好证明。FDA 批准出海授权再多，最终还是要看能不能获批上市。美国 FDA 的批准是全球公认的药品创新的金标准。ITF 的报告提到，光是2023年就有3款中国新药获得了 FDA 的批准，这在以前是极为罕见的。摩根士丹利的报告更是做出了一个大大的预测，到2040年，源自中国的创新药将占到美国 FDA 批准新药总数的 35%， 而在2024年，这个比例只有 5%。 从 5% 到 35%， 这将是一个史诗级的飞跃。如果这个预测成真，届时中国原的药物每年将在海外创造约2200亿美元的收入。看到这里，大家肯定会问，为什么中国生物医药能在短短几年内实现这么大的飞跃？背后到底有哪些驱动力？这就是今天要深挖的核心。首先必须搞清楚创新药的门槛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以为创新药最难的是想出一个全新的靶点或者药物机理，也就是发表一篇顶刊论文，完成从零到一的科学发现。这个想法只对了一半。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确实是皇冠上的明珠，它决定了科学的上限。这些发现往往诞生于全球顶尖的大学和研究所的实验室里，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智慧的结晶。可以说，在基础科学层面，很多论文和路线确实已经是公开的。但是，从一篇论文到一个能放在药店里卖、能救命的药，中间隔着一条深不见底的鸿沟。这就是从1到 N 的药物开发过程。这个过程不再是纯粹的理论科学，而是极其烧钱、极其耗时、风险极高的实验科学和工程科学。它包括什么？ 1. 临床前研究，找到候选分子，进行大量的细胞实验、动物实验，验证其有效性和安全性。2. CMC 化学制造和控制，开发出能稳定大规模生产出符合质量标准药物的工艺，这本身就是巨大的工程难题。3. 临床试验，在人身上验证药物的安全性、有效剂量和最终疗效，这是整个过程中最花钱、最漫长、失败率最高的一环。一个3期临床动辄投入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耗时3-5年，最终失败的概率依然很高。所以创新药的真正决战其实是在1到 N 的阶段，谁能用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更高的成功率把一个有潜力的候选分子推过临床试验的终点线，谁就掌握了商业上的主动权。而这恰恰是中国优势最集中的领域。我们看麦肯锡的中国药物创新指数图，监管改革这条线一路飙升是快变量，而市场准入也就是医保谈判，过去被认为是慢变量，是甜蜜的烦恼。但现在需要更新一下认知，医保谈判这个慢变量正在针对真创新悄悄提速，甚至变成了一个精准助推器。过去的灵魂砍价逻辑是以量换价，对于同质化严重的 Me Too 药是毁灭性打击。但从2023年开始，医保局的策略明显进化了，核心思想就是惩罚伪创新，奖励真创新。举个具体的例子，在顶医药的配 ARP 抑制剂泽勒 Regula， 这是一款治疗卵巢癌的创新药，在2022年底的医保续约谈判中，由于其上市后的实际销售额没有大幅超出医保基金的最初测算，它成功触发了简易续约规则，最终仅以降价约 4% 的温和幅度成功续约。
这个案例传递了极其重要的信号，对于真正的创新药，只要市场表现符合预期，医保局愿意提供一个稳定可预测的价格环境，而不是每次续约都赶尽杀绝。这种确定性对于需要长周期、高投入的创新药企来说，是比黄金还珍贵的。所以市场准入不再是单纯的压力项，它正在变成一个高效的指挥棒，用价格信号把全行业的资源都引导向真正的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方向。接下来拆解那个最核心的问题，中国的成本优势到底从何而来？摩根士丹利的数据显示，一个临床病人中美成本差了 60% 多，最终导致一个新药的研发 IRR 内部收益率能从 3.6% 飙升到 8.5%。 这背后关键在于病人数量和伦理监管的效率。首先，病人数量，这是无法被复制的人口红利与制度红利。中国有14亿人口，更有高度集中的3甲医院体系，这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患者招募效率。一个新药的临床试验最耗时间、最烧钱的环节之一，就是招募符合条件的患者。在美国，地广人稀，患者分散，药企需要花大量时间和金钱去招募。而在中国，药企可以直接跟大型医疗中心合作，从海量的病例中快速筛选很多肿瘤患者，在标准疗法无效后，非常愿意尝试最新的临床试验药物。因此，在美国可能要花2年才能招满的病人，在中国可能只需要3到6个月。在分秒必争的专利赛跑中，这节省下来的时间就是几十上百亿的市场。其次，伦理与监管追求的是中国效率，而非标准放水，这是一个必须澄清的误区。有人以为中国快是因为在伦理审查上走了捷径。从我现在找到的资料来看，这似乎并不对。自2017年加入 ICH 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后，中国的临床试验标准和数据质量已经全面与国际接轨，数据能被 FDA 和 EMA 欧洲药品管理局认可，应该就说明了其标准是过硬的。那快从何而来？是行政审批流程的革命性优化。过去一个临床试验申请 IND 要等1-2年，现在呢，30天末世许可制申请交上去，30个工作日内药监部门没提反对意见就可以直接开干。这砍掉的是官僚主义的等待时间，而不是科学审查的必要环节。优势在于高效的监管，而不是宽松的监管。不过我不是医药行业的，不知道30天是否足够行政部门去调研清楚这个临床试验是否符合伦理与监管。如果有观众知情的话，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目前我查到的资料似乎都认为中国的监管是严格的，但是因为国内食品安全的这些问题，我个人其实倾向于认为是不严格的。但是因为我不是行业内的人，这里就只能先默认是严格的。之前看王局的节目，王局似乎认为伦理和监管并不严格。要理解中国的效率优势，还有一个角色不得不提，那就是 CRO 合同研究组织和 CDMO 合同研发生产组织。如果说生物科技公司是去淘金的，那 CRO、CDMO 就是那个在旁边卖水、卖牛仔裤、卖铁锹的，他们是这个行业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中国 CRO、CDMO 的发展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一、承接转移阶段，21世纪初，以药明康德为代表的早期 CRO 主要承接跨国药企外包出来的相对劳动力密集的研发环节，比如化合物合成。凭借庞大的工程师红利、优质且成本相对低廉的科研人才，中国迅速成为全球医药研发外包的重要基地。二、赋能创新阶段，2015年后，随着本土创新药企的崛起，这些公司往往是轻资产模式，创始人是科学家，有好的想法，但没有钱去建昂贵的实验室和工厂。这时候 CRO、CDMO 就成了他们的共享研发中心和共享工厂，提供拎包入驻式服务。ITRF 的报告就提到，高科技园区里，生物科技公司和 CRO 公司聚集在一起，形成了高效的创新生态。可以说，没有强大的 CRO、CDMO 体系，就没有今天中国上百家创新药企的百花齐放及一体化平台阶段。当下，如今头部的 CRO、CDMO 已经进化成了一体化端到端的赋能平台 CRDMO， 他们可以从一个靶点的发现开始，一直服务到最终的商业化生产，为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麦肯锡的报告就指出，像药明康德和康龙化成已经在一些细分领域，比如临床前化学服务，做到了全球最大。正是这个成熟的、高效的、全链条的麦穗人体系，极大地降低了中国创新药的研发门槛和固定资产投入，让科学家可以更专注于从零到一的科学构想，
和将从1到 N 的繁重工程交给专业的合作伙伴。最后来聊聊那个最硬核的深层原因，软预算约束。简单说就是一个实体知道自己就算亏了，背后也有政府兜底，所以他敢于承担更高的风险，甚至乱花钱。这个理论能解释中国生物医药的崛起吗？答案是它解释了行业的底座，但没有解释行业的尖峰。软约束确实存在，它构成了创新的基本盘。ITIF 的报告里提到了大量政府支持的例子，从863计划开始，生物技术一直被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各级政府通过直接的研发补贴，如恒瑞医药2023年近6000万美元的补贴。国家级的科研基金为初创企业提供基础设施的高科技园区，如苏州 BioBay、上海张江药股以及各种人才引进计划，为行业提供了巨大的支持。这种国家层面的输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需要进行大规模高风险的实验科学探索时，中国有能力承受失败。一个纯市场化的公司，如果一个耗资数10亿的3期临床失败了，可能直接就破产了。但对于一些承载国家战略的平台和项目而言，这种风险是可以被国家信用和财政所对冲的。这种不管盈利与否都能拿到贷款和政策来输血的模式，正是软预算约束的核心。它让中国在面对药物开发这个巨大的不确定性时，有了别人没有的战略定力和试错空间。但行业的爆发式增长恰恰是硬约束逼出来的。必须看到，今天站在舞台中央的那些明星生物科技公司，绝大多数都不是靠政府输血养大的，他们是在资本市场上真刀真枪拼杀出来的。Frontiers in Pharmacology 报告里提到的资本寒冬就是最好的例子。当市场没钱的时候，融不到资的公司说死就死，没有任何情面可讲，这是最残酷的硬约束。他们的成功依赖于能被全球认可的临床数据，无论是授权给海外大厂，还是去闯关 FDA， 靠的都是过硬的科学证据。数据失败，几十亿投入就打了水漂，这也是硬约束。他们的背后是市场化的 VCPE。看看百济神州的股权结构，大股东是美国安进公司和几家 VC 基金，跟软预算完全不沾边。所以结论是，中国生物医药的崛起是一个独特的混合驱动模式。软预算约束提供了一个由国家意志驱动的稳定的压舱石，而硬预算约束则像一个大功率的涡轮增压器，它激发了巨大的市场活力，通过残酷的优胜劣汰筛选出了那些效率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尖子生。不过这个结论你基本上可以在我们之前的视频里面看到，也就是那些有既定路线的可以复制的产业里面，这种软预算约束的产业政策是很容易出成绩的。这个也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从投资的角度出发，在 GDP 增速低的情况下，已知 GDP 等于消费加投资。既然软预算约束决定了对消费的投入减少，对投资投入增加，那么在流动性宽松的情况下，最应该投资的是科技股和创新药股这些。当然，中国的崛起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所有的报告都提到了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地缘政治。摩根士丹利的报告用 The Wild Card 野卡来形容这个风险，并且推演了3种情境。在基本情景下，2040年中国药在 FDA 批准了 35%， 在乐观情景下能达到 46%， 而在悲观情景下可能只有 15%。最近美国出台的生物安全法案点名了几家中国的医药外包公司，就给这个行业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未来的中美关系将直接影响中国创新药出海的天花板有多高。美国一方面是因为安全原因，毕竟供应链在其他国家手里对它不是什么好事。另外则是美国其实也很怕这种软预算约束的产业政策，最终全球医药行业可能会进入一种竞合 competition 的状态，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全球药企需要中国的效率来解决他们的专利悬摇问题，这是合作的动力。但他们也畏惧中国成为未来的强大对手，这是竞争的现实。如何在这种复杂的竞合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将是中国所有生物医药企业面临的巨大考验。好了，经过这番深度挖掘，对中国生物医药的认知是不是又清晰了一层？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行业的宏大崛起，更看到了这背后复杂的多层次的驱动力。一、创新决胜点在于成本高昂、风险巨大的从1到 N 的实验和临床阶段，而这正是中国的核心优势区。2、医保谈判不再是简单的压价，而是变成了推动产业升级的指挥棒。
3、成本优势，不仅是人多，更是人多基础上的高效制度、高效流程以及成熟的 CRO、CDMO 卖水人体系。4、行业腾飞是有为政府提供的战略底座软约束和有效市场提供的竞争活力硬约束，两者完美结合的产物。看懂了这几点，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摩根士丹利敢于做出2040年1/3的 FDA 新药来自中国这样惊人的预测。因为这背后是一整套正在高速运转并且不断自我优化的国家创新体系。麦肯锡的报告标题起得非常好，叫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的黎明。黎明意味着黑夜即将过去，曙光已经出现，但距离太阳完全升起还有一段路要走。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充满潜力的黄金赛道正在眼前徐徐展开。不过本视频仅仅作为探讨，并不代表投资建议。才是说，我们下期再见。